2001年，为了适应 FIA 的新规，纽维把新车 MP46 的前翼抬高了50毫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新车的尾翼更小，这就意味着尾部抓地力也会更少。同时 ，FIA 推出了更严格的碰撞测试，因为在前一年的 F3000 西班牙站练习赛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当时还在跑 F3000 的阿隆索先在最后一弯走大扬起了一片沙石，身后的巴西车手马里奥·哈伯费尔德由于看不清赛道 spin 了，回到赛道后被身后2台赛车直接撞击侧面，一台赛车的前鼻翼甚至刺穿了哈伯费尔德赛车的单体可座舱。万幸的是他没有生命危险，但还是因为受伤缺席了3场比赛。就连第一年来到法拉利的巴西老乡巴里切罗也前来慰问。这次事故以后 ，FIA 推出了更加严苛的侧面撞击测试，纽维不得不把 MP46 的侧箱加长，同时赛车也不可避免地增重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纽维抬高 MP46 的鼻翼后，法拉利调低了 F2001 的鼻翼高度，两个争冠对手之间的设计思路发生了互换。季前测试上，库特哈德在采访中很自豪地说：“这是我开过最快的 F1 赛车。”然后当天就因为机械故障被推回了坯房。有了前几年的经验，还敢说出这种话，还是太不了解梅赛德斯引擎了。MP46 一度带给迈凯伦希望。舒马赫在第3站圣马力诺退赛以后，库特哈德和舒马赫同积28分，但在奥地利站过后，库特哈德就再也没追上过舒马赫。在库特哈德的4次退赛里，只有1次是自己的失误，剩下3次都是梅赛德斯 F110 K-Spec 引擎出了问题。最终他的年终积分只有舒马赫的一半多一点，他的队友哈基宁才是更惨的，退了6次。西班牙站，他在倒数第2圈一度领先舒马赫40多秒，却还是因为引擎故障退赛，只能排在积分榜第5。频繁的机械故障也磨光了仅仅32岁的哈基宁的心气儿，他决定给自己放个假，多陪陪家人，远离赛场4-5年，进入了休假状态，并向罗恩·丹尼斯大力推荐他本赛季在索伯表现耀眼的芬兰老乡基米·莱克宁。If you wanna win, get a fin。有意思的是，他从未正式宣布自己从 F1 退役，不过已经53岁的哈基宁也没什么机会重返 F1 赛场了。就在2001赛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捷豹车队领队鲍比·拉哈尔找到纽维，想让他离开迈凯伦加盟捷豹。纽维还在美国 Kart 系列赛的时候，曾经给鲍比·拉哈尔当过一段时间的比赛工程师，当时他才25岁，他们之间紧密的关系让纽维心动了。当时纽维还在和丹尼斯谈续约合同，但是没谈妥，因为丹尼斯只愿意支付自己预期 75% 的工资，再加上捷豹前2年被福特收购，尼基劳达又来到捷豹当车队顾问，如此豪华的阵容配置加上福特的野心，让纽维在长达半年的谈判后口头答应了鲍比·拉哈尔的邀请。随后鲍比·拉哈尔在没和纽维签订正式合同的情况下，于2001年6月1号正式宣布纽维下赛季加盟捷豹。这一昏招给丹尼斯和纽维都吓够呛，两支车队最终对簿公堂。丹尼斯也苦口婆心劝说纽维留下来。丹尼斯告诉纽维，福特其实只是想玩玩，他们并没有长久的计划，并承诺给纽维3倍的工资。纽维此时也看到了作为顾问的尼基劳达实际上插手了太多车队事务，甚至在和鲍比·拉哈尔争夺领队的位置，而纽维是一个很讨厌车队政治的人，他担心劳达的存在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所以最终决心留在迈凯伦。而尼基劳达也把鲍比·拉哈尔签约纽维失败的事迹大书特书，还不断强调拉哈尔想把艾迪·埃尔文卖到乔丹。最终拉哈尔被炒了鱿鱼，劳达接替了领队的位置，但厌恶车队政治的纽维还是被迈凯伦摆了一道。时任迈凯伦 CEO 惠特马什为了防止像纽维这样的大人物出走，把车队管理模式从金字塔式调整到了矩阵式。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就是下级向上级报告，上级的权威不容置疑，这大大加强了车队的执行力。技术总监纽维就在这个金字塔的塔尖上，带领手下的所有人作为一个团队设计赛车，而矩阵式架构则拆分了纽维的权利，比如说一组人设计前翼，一组人设计尾翼等等，最后再由技术总监纽维和首席设计师尼尔·奥特利来解决各组人马设计之间的冲突之处。惠特马什这个昏招本来是想削弱纽维的权力，降低金字塔塔尖这类大人物离队所带来的影响，但这招在 F1 里是行不通的，只会降低工作效率，还会造成各组人员之间互相推脱责任，为纽维造烂车早早地埋下了导火索。2002年的新车 MP47 的竞争力相比前一年可差远了，纽维只对前翼做了一些改动。Kimi 开着这台车退赛了11次，
而就是仅仅完赛的6场比赛里，他还是能4次登上领奖台，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迈凯伦 MP417 这台车是引擎不如威廉姆斯的宝马，稳定性不如舒马赫的法拉利。这一年迈凯伦也没跑过他们俩，只能位居车队积分榜第3。2003年 F1 的技术规则没有太大变化，迈凯伦让尼尔奥特利在冬休期给 MP417 做了升级，打造出了一台 MP417D 参加新赛季的前几站比赛，同时安排纽维研发新车 MP418。这台新车的研发还吸引了双龙骨设计师考夫兰的加盟，没错，就是间谍门案中迈凯伦方面的主角。至于为什么要延后新车 MP418 的发布，丹尼斯是这么解释的：2003年的规则变化不大，这就意味着迈凯伦如果想击败法拉利，那就要尝试一些激进的做法。MP417D 的开局不错，库特哈德和 Kimi 分别拿下1胜， Kimi 更是凭借巴西站的亚军和舒马赫的退赛领跑车手积分榜。迈凯伦这时候觉得 MP417D 还不错，于是决定把新车发布会推迟到第4站圣马力诺。然而法拉利也有推迟新车发布的想法，他们的新车 F2003GA 在第5站西班牙才发布，并取得了冠军。Kimi 则因为碰撞退赛。赛后舒马赫喊话迈凯伦，让他们赶紧发布新车，但丹尼斯和惠特马什都表示，只有 MP418 的速度和稳定性都超过 MP417D， 那么他们才会发布。纽维也顶住了舒马赫的激将法，表示如果急于发布新车，那么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时迈凯伦把新车发布时间再次推迟，这次推到了第8站法国和第11站加拿大之间。但不要忘了，丹尼斯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我宁可造快而不稳的车，也不造慢而稳的车。5月20号 MP418 终于发布了，这台新车比纽维之前设计的所有迈凯伦赛车都要紧凑，侧箱和尾部的紧凑设计则接近了法拉利，鼻翼则有较大的变化，像被人揍了一拳一样，而且鼻锥延伸到了前翼外面。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不影响通过前翼的气流的流动。侧箱也被纽维重新设计了，最创新的设计就是安装在扩散器内部的排气管。纽维相信它相比法拉利的大烟囱设计能带来更多的下压力，这也是最初的吹气扩散器的概念。当车手踩下油门时，排出的废气会被吹到尾部扩散器，从而增加下压力。但当时纽维还没有解决车手抬起油门下压力会突然减少的问题，不过也是非常独特的设计了。但梅赛德斯 F110P Spec 引擎还是一如既往的脆弱，这些尾气常常使引擎过热，即使放弃了吹气扩散器的设计之后，也无法解决引擎过热的问题。变速箱也重新设计了，采用了金属钛和碳纤维粘结的外壳结构。虽然相比 MP417D 变轻了，但无法承受高温。迈凯伦试车手沃尔兹曾经在奥地利进行过330公里的测试，在返回维修区之后，变速箱的温度高达120摄氏度，粘合部分已经出现剥离现象了。脆弱的引擎以及变速箱让迈凯伦 MP418 每次测试时不是着火了，就是在着火的路上。后悬挂也经常断裂，甚至测试的时候跑着跑着引擎就从车里掉下来了。两位车手也开着 MP418 发生过不少事故。迈凯伦对外宣称这辆车够快，但是不稳定，并把事故的原因归结于车手的失误。这 Kimi 就很不开心了，因为他不喜欢接一口本不属于自己的锅。纽维说 MP418 就是个 problem child 问题儿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牺牲下压力修改前翼，要么重新设计底盘和侧箱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显然后者在赛季中是不可能发生的。纽维说 MP418 会在准备妥当之后发布，并且参加接下来的2004赛季，但最终罗恩·丹尼斯决定2003年继续使用 MP417D 参赛， MP418 则会参与到2004年新车 MP419 的设计当中去。而 MP417D 的竞争力也不错，但 Kimi 在欧洲站的引擎故障以及德国站的撞车太伤了，最终只能以2分之差惜败于稳定性极佳的法拉利与舒马赫。2004年是法拉利一骑绝尘的一年，任何车队都难以望其项背，迈凯伦也不例外。然而在新车 MP419 的设计上，纽维和车队却发生了分歧。纽维想要重新设计 MP418 的底盘以及侧箱，但系统研发部门首席工程师帕迪罗威和赛事研发部门首席工程师帕特弗莱则认为不需要重新设计就可以了。惠特马什则召集了工厂内所有的首席工程师投票决定要不要重新设计，最终帕迪罗威和帕特弗莱获胜。纽维形容 MP419 和 MP418 时说道，那可不是10分相似，而是一模一样。
只是把18改成了19，MP4-19也被称为是 MP4-18的调试版。不过这就意味着 MP4-18的一些小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最严重的就是梅赛德斯 FO110Q Spec 引擎与 MP4-19不适配，稳定性的问题导致 Kimi 和库特哈德前9站一共退赛8次。事实证明纽维的看法非常正确，也说明了迈凯伦矩阵管理模式的大失败。第9站法国，纽维成功圆了自己重新设计底盘和侧箱的心愿，推出了 MP4-19B， 也立刻收获了成效。库特哈德立刻在法国收获了第3的发车位，还让 Kimi 在银石、上海和巴西登上领奖台，并在比利时拿下本赛季迈凯伦唯一的1胜。这一年迈凯伦在车队积分榜上仅仅排在第5。纽维说，如果赛季一开始用的就是 MP4-19B， 那么这个赛季迈凯伦要好过得多。2005年 F1 迎来了一次规则大改，那就是排位赛和正赛不再可以换胎，但是可以加油，要1套轮胎跑完排位赛和正赛，除非爆胎或者下雨，否则不可以进站换胎，不然就要接受处罚。FIA 声称此举是为了鼓励各支车队选择配方更硬、抓地力更小的轮胎来降低赛车过弯的速度，从而保证安全。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招是在针对法拉利和普利司通轮胎，因为普利司通这一年的轮胎磨损要比米其林更严重，再加上不能换胎的规则，法拉利的竞争力直线下滑。舒马赫此前已经连续5年夺得车手总冠军，法拉利也连夺6年的车队总冠军。再这样被法拉利垄断下去， F1 的收视率和商业价值都要下降。于是 FIA 一把大刀砍下去，直接把法拉利和舒马赫拽下神坛，导致这一年舒马赫只拿了1个杆位、1个分站冠军和3个领奖台。唯一的一冠还是在臭名昭著的美国站轮胎门争议下获得的，那一站也只有搭载普利司通轮胎的3支车队参赛了。FIA 还修改了一系列规则来降低赛车下压力水平，这些都在新车迈凯伦 MP420 上体现了。MP420 的底盘以及悬挂被重新设计，前翼被抬高50毫米，扩散器变小，而且高度受到了限制，尾翼也被强势前移。纽维说，这些规则的变化把下压力水平降低了大概1/4。为了找回一部分下压力，纽维在进气口两侧也安装了翼片，但最要命的还是引擎不能像以前一样随便用了，必须要熬过2场大奖赛才能更换，否则就要被罚退10位罚车。这给了梅赛德斯 FO110R Spec 引擎巨大的压力。可就像如今法拉利每场比赛的策略一样，除了昏厥还是昏厥，都没什么好说的了。梅奔引擎也再一次故障连连，除了爆缸还是爆缸。由于法拉利被大销，迈凯伦的争冠对手变成了雷诺， Kimi 的对手也变成了阿隆索，库特哈德转会去了红牛车队， Kimi 的队友变成了蒙托亚。但揭幕战的赛况似乎奠定了迈凯伦一整年的基调。 Kimi 先是被排位赛突如其来的大雨坑了，只能第9发车，又在暖胎圈开始前引擎熄火了，只能从维修区发车，最终追到第8。第2站在进站加油不久后就爆胎了，没能追到积分区。第4站拿下杆位之后，在领跑的情况下转向杆发生故障退赛，这是多么相似的剧本呐！直到第5站西班牙，迈凯伦的速度才真正得以体现，连续2场拿下 Pole to Win。但第7站纽博格林又被不允许换胎的新规给坑了。倒数第2圈 Kimi 虽然在领跑，但右前轮的磨损已经很严重了，出现了平扳，把一个圆形的轮胎硬是磨成了多边形。形状如此不规整的轮胎在高速行驶时给车身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最后震坏了右前悬挂， Kimi 只能退赛，和头哥的分差也来到了37分。在当时分站冠军才能拿10分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很大的分差了。在 Kimi 的这次事故之后， FIA 就修改了换胎规则，此后的比赛中车队被允许换1次轮胎。下半赛季的德国站 Kimi 又在领跑的情况下遇到了引擎液压问题退赛，意大利站又更换了引擎遭遇罚退。在赛季只剩4场比赛的情况下，可以说阿隆索的冠军已经10拿9稳了。倒数第3站巴西 Kimi 获得亚军，阿隆索季军，但由于2人的分差此时是27分，这就意味着阿隆索提前获得了自己的第1个世界冠军。不过 Kimi 还是在接下来的日本奉献了一场从第17追到第1的精彩表现，这场比赛或许会在以后的日本站精彩回顾系列中提到。纵观2005赛季，迈凯伦2位车手一共获得了7次杆位，和雷诺相同。
但迈凯伦有10个分站冠军，雷诺只有8个。就是在这样的数据压制下，迈凯伦愣是连1个总冠军都没捞到，可见稳定性对于赛车而言是多么重要。纽维和迈凯伦的合同是到2005年年中，当时就有不少传闻说纽维要离开迈凯伦重返美国，或者是回到威廉姆斯。纽维在4月说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还有传闻称纽维要退休了。但纽维本人最想干的其实是去设计美洲杯的帆船。赛季过半，罗恩·丹尼斯宣布纽维的合同延长到2006年1月，这样纽维就又可以参与迈凯伦2006年新车 MP421 的研发了，同时还能防止纽维去到其他车队设计竞争对手的新车，把纽维离队所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像极了趁着你要离职多让你加几天班的老板。于是纽维也设计出了 2.4 升 V8 时代的第一台赛车 MP421， 除了更低更窄的鼻翼和更紧凑的尾部， MP421 上 90% 的零部件都是从 MP420 上直接改造而来的。由于引擎从 V10 变成了 V8， 对散热的要求也没那么高了，所以引擎的进气口变小了。但可惜的是，这台赛车的竞争力属实一般，迈凯伦全年无冠，最终在车队积分榜上排名第3。据英国卫报报道称呢，纽维曾经想过2006年留在迈凯伦，但迈凯伦拒绝给纽维涨薪，而纽维又被库特哈德推荐给了霍纳和马尔科。红牛车队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据悉红牛给出的年薪是1000万美元。但霍纳说纽维来到红牛并不是为了钱，他只是想好好造车。最终，这位不用 CFD 坚持纸上绘图而又极度厌恶车队政治的顶级设计师于2006年加入红牛车队。经过2001年的争议事件后，纽维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兜兜转转地加入了被红牛收购的捷豹车队，为接下来的红牛王朝打造基础。